从小镇到坎昆只需要坐大巴2个多小时就到达了。我现在到了坎昆，后面是 ADI 的那个总站。ADO 这个巴士还是挺靠谱。大车有大车的好，小车有小车的准时，总体就不错。这个中国城和这个美珍珠奶茶是同一个人开的吧 ？CT 海茶这个也不真多。说起这个珍珠奶茶呢，我在来坎昆的第1天的时候，在地图上看到这儿有贡茶在海边。那我本来就可能想去海边看一眼，虽然今天是阴天，肯定看海也没什么好看，但是，那个坎昆是因为这个海而出名的嘛，度假。那我还是准备去看一眼，而且坎昆的海边设施度假的那个环节和它的现在中心这个城镇是完全两个样子，非常的高级。所以怎么都去看一眼，顺便喝杯贡茶吧。接下去我想再找到贡茶这种机会就很少了，抓紧。其实这么走着，墨西哥这块地方因为有一些雨林的特色和热带植物，还蛮像泰国的。我靠，店门口这个素材我以前做设计的时候用过，好像一模一样。这是今天的住的地方，是一个本地小院，好像是改建的，但也不算是 Airbnb， 它算是一个酒店。因为有不同的国家的人住在这儿，是游客吧。卫生间也挺干净的，没啥问题。OK， 赶紧上个厕所。喂，天！这里的洗衣店是这样的，就是把东西给他，然后他有个秤来称重，称完重以后呢，他就会帮你全部搞定，就到时候过来拿就好。其实还蛮方便的。解决完洗衣服的事儿呢，那我接下去还有2个事儿。第一个是去巴士站买票去机场明天的，因为我怕没票嘛。然后，但是我自己在网上搜呢，它一直是不是同一个 terminal， 我搜不到我想去的那个，但是从谷歌上呢就能找到，所以我想问一下，就工作人员他是不是有，所以我还得现场去一趟。第2个就是去喝贡茶，嘿嘿。去完坎昆的海边，没有公交，如果骑自行车的话，大概只有8分钟，但走路要30分钟，也就2公里左右吧。却没有公交车，还挺不方便的。不过也是啦，那边都是全包式酒店的话，一般都是有酒店的专车来接送的，包括自驾吧。如果是从机场过来的那个 ADO 的巴士，机场 shuttle bus 会在那个海边有一站停下来，那边有很多的酒店。刚才因为洗衣服呢，我就把这个包也背出来了。我买了这个巴塔哥尼亚的包呢，也不是拼命塞嘛，然后其实一个也不是很塞得下，外面还得外挂一些。包括现在是个空包的状态，我背着它其实有一些磨合上的问题吧。我觉得背着不是老舒服的，就是之前我的那个包呢是无印良品，当然还有 JanSport。那个包它是因为是仿布做的，就整个是往下垂的，但它这个是有一个立体结构在撑在那边的。所以背上以后反而感觉蛮奇怪的，会把我整个人往后拉，它重心可能有点问题。跟登山包当然就更不用说了，这个登山包它是有腰分，然后可以帮你卸力嘛，这个就完全靠肩。我现在我不知道有多少公斤，在我的整个包里啊，平常的时候可能有12、11，整个压在肩上的时候超级重，真的疼死了。这几个柱子竖在这里，就感觉像是富人区的结界一样。跟那古巴又有点像。大家看过了这个柱子以后，后面就是一大片的绿地，植被种的也很整齐，街道也很干净。所以说他们说哇，还有水池，要不要那么夸张？分为自行车道了，天哪，太高级了。他们说前面那一块呢，物价就开始 biu 往上涨，后面那一块呢，就是很接近平民化的物价。坎昆誉为是北美后花园，温度适宜嘛，海又漂亮，它海确实是很漂亮的。我在飞机上飞过来的时候看到，那个蓝色啊和绿色的相间，是因为它有一些部分就很浅，应该是有个断崖，所以断崖下就深的那部分呢就是很蓝，那浅的那部分呢就是绿色。是怎样？这里还有一个这种
安全门一样的地方，感觉像是进入另一个国界了。坎昆这一期呢，就当我水视频吧，再水一期。因为从玛雅金字塔那边过来以后呢，这一期我又不去水边的那些娱乐活动，也没有去住那种很高级的酒店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干货，咱就是随便在 City Walk 一下了。很久没有水视频了，因为到中美、南美以后呢，它每个地方国家各有各的特色嘛，其实还是蛮有看点的。偶尔这样悠闲的时间也不多了，接下去我就要去哥斯达黎加，但我看天气预报，哥斯达黎加每天都在下雨，我很烦啊。现在就我会去拉方特那个区域里玩很多，像火山啊，还有法索啊之类的，想是这么想的啊。但是它每天下雨的话就很麻烦，我不知道它是整天那种大雨呢，还是就零星下雨。潮湿本来我就已经够讨厌了，因为我的拖鞋是那种便携式拖鞋嘛，它不会。那我如果穿普通鞋子去呢，肯定是湿掉了，对不对？我还在想这个事儿，或许临时买一双拖鞋吧。喂，这是什么鸟？看起来还蛮精明的，这只不呆哦，双眼睛傻傻的，它尾巴好长啊，这个拖尾。看着宽的路，如此的干净整洁，非常的高级啊。右边它这个好像是树拦起来，其实里面是非常大片的绿植，我不知道，就地图上看是绿植，可能是个高尔夫场吧。那前面呢是我要去的那个大的 shopping mall 啊，当然也可能它不是完全的那种，是可能是半开放或者什么的一个广场，我也不太清楚。那再往右边呢，它有点像长岛的那种状态，单单有一条细细的东西拦在了那个海和城市之间，在那条细细的上面，就有点像棕榈岛延伸出去的部分嘛，应该是填海造填出来的。然后，上面有很多高级酒店都在那一条形的地带上。这里之后要建的那些公寓真的好高级啊！我看这些效果图，一个比一个高级。有什么滑梯的在房子里面，然后进入水池的那种。每个都自带游泳池，就别说了。哦，好多地产商啊，太厉害了！新兴地区也不是啊，坎昆已经出名那么多年了嘛。那不过坎昆是真的不错啦，因为你想它有文化，它可以去图卢姆，也可以去就是玛雅金字塔啊这些地方。那它你想说有度假玩乐的地方呢，那它还有坎昆，包括图卢姆，它附近有很多水洞。就非常好的资源都可以玩的，交通又方便，到美国分分钟，加拿大飞过来的人也特别多，然后又是算中美洲的一个比较大的站吧。虽然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呢和巴拿马也算是比较大的国际港，但是坎昆或许因为是墨西哥嘛，那墨西哥的它的 GDP 体量和整个地缘位置啊，就是更重要一些。包括它的墨西哥城，对不对？大家都会顺便一道去玩了。那从坎昆这边往下呢，它又有像危地马拉、伯利兹、洪都拉斯这些也是蛮有文化底蕴，或许说很独特的中美洲国家可以去，算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吧。那它也算是一个挺好的港口。差不多到了，应该就是这一个连起来的 shopping mall 吧。它占地面积挺大的，我看里面还有个人工造的小不是是的，就是从海边挖进来的一个水池，但是是连通大海的，很高级。我们进去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个开放式广场，它其实有一点像是奥莱，有各种各样的品牌店和集合店。不过呢，感觉人还挺多的，生意挺好的样子。最后就是119币索，是6刀42哦，那也不便宜哦，物价也挺高的。就是在这儿的贡茶，奶茶是更常味，珍珠它有奇怪的口感，有什么味道？酸酸的，然后就是这里了。从这里下去呢，它就是一整个海，哇，
有很多游船停在这，非常的高。哎，这水的海旁，非常的高级。哈根达斯为什么中间会加了一个服装品牌在这儿呢 ？OK， 贡茶道很重要。我来看这里的贡茶物价。这里好多人，附近那些全包式、半包式酒店的人可能会都来这边购物吧。哦，还有苹果店，但是经销商呢也很大。Sephora， 然后衣服的餐厅呢就更不用说了，健身房、游艇俱乐部，什么都有。好多这种鸟的哦，小黑，对啊，小黑。啊，车站永远都是这么多人，现在好像排队排得更久，队好长啊。在回程的路上刚好是傍晚，于是就看到了晚霞。这儿的晚霞相比欧洲，我感觉更加有温度，不知道为什么用这个形容词，但就是这样。到夕阳西下的时刻了，刚好这边都是平层嘛，那我们跑到3楼上就可以看到很漂亮无遮挡的夕阳视角，我觉得爽。我们看一下，太夕阳，哇哦，现在颜色好漂亮啊！金色，哎呀靠，刚好被挡住那幢楼，刚好被那幢楼的后面，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七彩祥云。可惜哦。但是这座楼就算不挡到，也许后面还有另外一座楼，所以人生世事难料。刚才拿到了我的衣服一袋，它洗的还挺好的。旁边那个餐厅，那刚才有一个人抱着一个酒坛子，其实不是酒坛，我开头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门口划8字的洒，就感觉像洒圣水，然后闻起来有点像杨梅烧酒。感觉是一种仪式，兄弟们，我他妈80买机票买错了，我以为是今天已经到机场，结果发现是直机一直直不进去，然后柜台人跟我说看一下时间 ，sorry， no， 也是下个月的今天，我真的是无语了。据说又买了辆巴士坐回去，我真的是今天各种的奇怪经历，但我也不是很那个，但是。有点奇怪就是，于是我也要重复昨天的操作，买机场巴士。这就是今天刚刚订的酒店，离要去那个岛上更近了。今天我下午也要去喝贡茶，我已经决定了。虽然呢我错过了我的航班，但是这个酒店让我提早入住，很早，所以还算我眼中的万幸吧。其实我想说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为什么会订错呢？首先肯定是我没有看清楚嘛，但是很大的几率呢是我在反复翻网页，就是跳转网页的时候，它可能给我跳到了下个月的地方去。当然最终还是我没检查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直到我今天才发现那是因为我把所有的行程添进了航旅纵横。那我基本检查我的航班的顺序的时候，都是从航旅纵横里面检查。那大家知道，航旅纵横其实不是老严谨的，你把那个航班号输进去，就算在不同的日期什么的，它可能会匹配到别的航班上去，就你还是可以添加成功。所以导致其实我航旅纵横里面显示的就是今天是有这个航班的，结果去了就发现，哎，不行，这才是我那么到今天才看出来的原因之一。不过追人追了那么久，偶尔有个失误也很正常喽，也没有办法喽。错过2个酒店，重新订个机票，就算了喽。那我明天去哥斯达黎加，但是它不是直飞的，就我得到巴拿马中转。结果我还没去巴拿马就已经先入境了一次，去一次巴拿马中转后再到哥斯达黎加。就是等到晚上才能到了，所以我约了酒店来接我的机。哥斯达黎加的机票是接机都是蛮贵的，如果你直接打车到市区的话，需要35刀起止，就闭眼就是35刀，所以真的是蛮金贵的一个东西。不
不过想想算了，只是去拉方特的唯一的时间会被减少，所以我可能明天到晚上到巴拿马，后天上午就得飞，后天上午就得买巴士票，早上就走。这样子的话，还有2天可以玩在那边。不过那边都是下雨，也没有坎昆那么好天气，就不知道了。剩下的皆是命数。这就在这个路边，这也太有肆无忌惮了。既然我不走，那每天1杯就是必须的。我已经渐渐习惯这个味道，其实是肉桂的味道。昨天一口没有反应过来。明天的航班是下午2点钟，所以现在完全不着急。我可以慢慢逛，然后等会儿去一下海边。这回真的去海边看。其实看起来好像是有 shuttle bus 的，只是我在谷歌上找不到。其实与左边一墙之隔呢，就是整条的大海，但这左边一条线都被不同的住宅给承包了。我记得有一部电影说，好像说什么有钱人的，就是连那一片土地的空气都是他们的，就穷人连就空气都不是自己所拥有的那种感觉吧。忘记是哪部电影，反正就这个意思。我感觉就是这个还是挺好，在现实中存在的一件事儿。你看这个地方呢，虽然其实一线之隔就到海了，但是都被各个的酒店、公寓所单独承包，变成了私人海滩，你甚至都跨不过去。不过这个地方是可以走进来的，白沙滩。哎呀，我这个鞋子，也没想到，我本来只想出门走起路来方便点，忘记会下沙滩这个事儿，我总觉得一下就走到海边。让我们看看吧。远处有人在玩滑翔伞，这边的海滩是海面是被围起来可以游泳，右边是可以租快艇出去，左边是可以租那种摩托艇。远处还是有一些那个的，就是分起来的地方，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开阔性水域，往前走就是加勒比海。这样有点逆光吧，可能就是角度是平的，所以你看不到这个海到底有多清或者怎么样。但是如果从上面看，一定是非常的漂亮的。这里的海水非常清澈，沙子也非常的细腻。远处还有很多船和游人在这边晒太阳。虽然今天损失了这么多，但是好像并没有对我的心情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可能是因为太久了，已经有点麻痹了吧。来了一艘热闹小艇，上面的人从哪里回来？回程的时候又见晚霞，突然天下起雨，这时候我就知道有什么东西要发生。下雨喽，下雨喽！哇，有彩虹哎！我是刚打开相机才发现的，后面的防被夕阳照得晶亮，我赶紧拍一张。